先给你一个最直白的比喻，如果把全球晶片产业比作一个金字塔，那 ASML 就是金字塔最底下的那块石头，没有它，上面的一切，你手里的 iPhone， 你刷影片用的 GPU， 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晶片，ChatGPT 的训练从集全部造不出来，这不是夸张。ASML 是一家荷兰公司，全名 ASML Holding， 在纳斯达克上市，程式码 ASML， 它专门制造一种叫光刻机的装置。光刻机是干什么的？简单说就是负责极其微小的电路图案印刷，没有光刻机就没有晶片。而现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光刻机 EUV 极紫外光刻机只有 ASML 一家能造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量产装置之一。一台机器包含10几万个零件，需要40个集装箱才能运走，安装除错就要花半年。今天我们做的是深度公司研究，不光是讲 ASML 有多厉害，而是要回答3个关键问题。第一， ASML 的垄断到底有多牢？第二，它刚释出的 Q2 财报释放了什么讯号？第三，现在这个价格到底该不该买？先说商业模式， ASML 赚钱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2条腿走路。第一条腿，卖装置，卖一台 HiNet EUV 收你3.5到4亿美元，注意是美元不是人民币。第二条腿，卖服务，装置卖出去之后，客户还需要持续升级、维修、换零件、最佳化软件，这叫装机基底管理，英文叫 Installed Base Management。 这块收入有一个致命的特点，它是经常性收入 Recurring Revenue， 相当于你买了印表机墨盒永远只能用他们家的。对，重点来了，第2季度的 IBM 服务收入达到了 27.6 亿欧元，环比暴增 11%。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客户的既有装置全部在满负荷运转，他们拼命找 ASML 升级维护，因为 AI 晶片需求太猛了，停1分钟都是钱。这就是 ASML 护城河的核心，客户一旦买了你的装置就被深度细节，你不可能说这台 EUV 我用不惯换一家的试试，因为根本没有第2家。好，接下来看数字。2026年7月15号 ASML 释出了第2季度财报，我告诉你，这不是一份还不错的财报，这是一份炸裂的财报。先看总营收 93.27 亿欧元，比上一季度增长 6.4%， 而且大幅超越了公司自己给出的指引上限90亿，也超越了华尔街共识预期的 88.5 亿。再看毛利率 54%， 这个数字极其关键，毛利率是衡量一家公司定价权的核心指标。54%的毛利率意味着 ASML 每收100块钱，扣除直接成本后剩下54块。相比之下，苹果的毛利率大概是 46%， 特斯拉大概 18%。 净利润呢 29.18 亿欧元，折算成每股收益 7.59 欧元，对比上一季度的 7.15 欧元，环比增长 6.15%。 但这还不是最震撼，最震撼的是 ASML 在1年之内2次上调了全年业绩指引。今年1月 ASML 给出的全年营收指引中值是365亿欧元，到4月它上调到了380亿，而这次7月直接干到了440亿欧元，比年初的预期硬生生多了 20.5%。 在半导体这个行业里，很少有公司敢这样连续上调指引。你上一次看到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？好，讲完数字，我们来聊技术。很多人知道 ASML 厉害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厉害。我用最简单的方式给你讲清楚。晶片制造最核心的一步叫光刻，你可以理解为拍照，用光把电路图案印刷上。但问题在于，晶片上的电路线条现在只有几纳米宽。1纳米是什么概念？你的一根头发丝大概是8万纳米，你要在头发丝1/1000的尺度上画画，怎么画得更细？光学里有一个公式，解析度等于波长数值孔径。想要更细的线条，要么缩短波长，要么增大数值孔径。ASML 过去20年就干了这2件事。第一步，把波长从193纳米一路干到了 13.5 纳米，这是极紫外光 EUV。 怎么产生 13.5 纳米的极紫外光？用镭射轰击每秒5万滴的 CD， 把 CD 加热到几十万度，变成等离子体，然后发出极紫外光。整个过程要在超高真空里进行，精度要求相当于从地球上用镭射击中月球上的一枚硬币。第二步，把数值孔径从 0.33 提升到 0.55， 这就是现在最火的 High-NA UV。 数值孔径越高，镜头眼睛越大，解析度越高。 High-NA EUV 的意义在于，以前要用3到4次曝光才能做出的图案，现在1次就够了。根据 ASML 执行长傅凯的说法，在某些关键制程层次， High-NA 能把制程步骤缩减到原来的1/10。
这对台积电、三星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更少的部首等于更低的缺陷率，等于更短的制造超期，等于更低的成本。在 AI 晶片供不应求的今天，每1分钟的产能都是钱。说到嗨纳，就不得不提一个精彩的商业故事：英特尔和台积电的路线之争。英特尔是嗨奈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今年第2季度，英特尔在俄勒冈州工厂正式部署了第1台 High-NA UV 装置，用在代号 Panther Lake 的下一代笔记本处理器上。英特尔宣布良率达到了预期目标，与之前的试验资料完全吻合，这是里程碑式的事件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之前，台积电公开表示High-NA太贵了，1台4亿美元不划算。台积电宣布在2029年的 A13 制程之前不会汇入 High-NA， 你看出这其中的博弈了吗？英特尔孤注一掷，用 High-NA 枪跑2纳米以下制程，试图在技术上重新超越台积电。而台积电的选择更保守，先炸前线有 Low-NA EUV 的技术潜力，等到实在不行了再升级。对 ASML 来说，英特尔率先成功量产是一个巨大的好讯息，因为这向整个行业宣告High-NA 不是实验室玩具，它可以实际量产。台积电现在可能正在重新评估自己的路线图，三星的压力更大。如果英特尔和台积电都上了 High-NA， 你跟不跟？这就是垄断者的幸福。不管客户之间怎么打，卖光刻机赚钱的都是 ASML。接下来聊一个刚刚发生的足以改变 ASML 未来10年命运的事件。今年6月，伊隆·马斯克罕见的以影片连线方式参加了 ASML 内部员工记者大会，跟执行长傅凯做了一场炉边对谈。讲到马斯克在会上宣布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Terafab。Terafab 是什么？是一个位于德克萨斯州的巨型晶片制造厂，由 SpaceX、特斯拉和 xAI 联合投资，初步预算高达550亿到1190亿美元，比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的投资还要大好几倍。这个工厂的目标是在美国本土大规模生产 AI 晶片和太空级晶片，而且已经获得了英特尔14A 制程的授权。这意味着 ASML 多了整整一个新的大客户。ASML 财务长达森后来对媒体证实，公司2027到2028年的产能扩充规划中已经把 Terafab 的装置需求纳入考量。马斯克在 XML 是欧洲最伟大的、最值得珍惜和支援的科技公司。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全世界最懂造火箭的人飞到荷兰去拜访全世界最懂造光刻机的人，这个组合够不够炸？好了，讲完好讯息，我们必须讲风险。做公司研究如果只讲利好不讲风险，那叫吹票不叫分析。ASML 目前面临的3大风险，我按严重程度从高到低讲。风险1，中国市场的售后维护禁令。目前中国占 ASML 营收的大约 20%， 虽然这个比例比之前 49% 的高峰降了不少，但绝对金额依然很大。最大的风险是荷兰政府在美国压力下可能不续签对中国特定 DUV 装置的维护和备件出口许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中国晶圆厂已有的 ASML 装置如果没有原厂维护，慢慢就会变成废铁。这对 ASML 的服务收入是一记重拳。我们在分析报告里对这个留言做了可靠性评估，结论是可靠性很高。FUCAT 已经在指引中留出了弹性缓冲，但这个风险真实存在。风险2，估值过高。ASML 目前的滚动市盈率是61倍，这是什么水平？是它10年平均水平36倍的将近2倍。过去1年 ASML 股价涨了超过 120%， 市场已经把未来几年的乐观预期全部提前兑现了。我们用 DCF 模型算了一下公允价值，结果是每股约843欧元。而现在市场交易价格是多少？1555欧元，相比传统 DCF 公允价值高出约 105%。当然 DCF 模型没有计入 Terafab可能带来的非线性爆发溢价，但这个资料至少告诉你一件事儿，现在的价格已经深度透支了 AI 繁荣的乐观情绪，容错率极低。风险3，经济学递减效应。台积电推迟 High-NA 到2029年，背后有一个隐含的信号，4亿美元一台的装置，商业回报率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。如果客户开始质疑买这么贵的装置到底划不划算， ASML 高利润产品的长期利润率就可能被压缩。所以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， ASML 现在该买还是该卖？我们先看多方逻辑。第一， AI 资本支出远未见顶，超级云服务商对 AI 资料中心的建制才刚开始，只要先进逻辑晶片和 HBM 供不应求， ASML 就是唯一的卖水人。第二，新晶圆厂浪潮，英特尔的扩张加马斯克的 Terafab 为 ASML 在台积电之外提供了巨大的安全边际。第三，
订单能见度极高，目前在手订单已基本覆盖2027年全部产能，有大量订单排到2028年。管理层宣布 Low NA EUV 产能计划2027年提升 30%， 并评估2028年再提升 30%。 再看空方逻辑，第一，估值太贵，61倍 PE 容不得任何一季业绩出现瑕疵。第二，中活风险一旦兑现，影响不是短期的。第三，如果 AI 资本支出出现周期性回波，高估值股票跌起来是最惨的。Edward 的判断是什么？从长线的角度来看， ASML 依然是全球科技金字塔顶端无可替代的资产，它的垄断不是靠牌照或者政策，而是靠物理学，别人就是做不出来。这种护城河比任何商业模式护城河都坚固，但估值确实不便宜。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，逢低分批建仓是更理性的策略。如果你已经持有一段时间，这个位置适当获利了结一部分，锁定收益也完全合理。好，以上就是 ASML 的完整深度分析，从商业模式到财报，从技术路线到地缘政治，从估值到风险。最后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 ASML 最大的风险是哪个？是中国禁令、估值泡沫，还是 AI 资本支出见顶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评论。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，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。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，并订阅频道。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。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，不适用投资建议。我们下期再面。